他身为总统，出门奔驰劳斯莱斯不坐，反而跟老百姓挤公交。因为上任总统后，瓦西他才知道国家已欠了一屁股外债，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。为此，他决定以身作则，把抠门的艺术发挥到极致，一切都只为了节省开支。首先，他解散了自己的豪华车队，开除了所有保镖，吃着1块钱的蜜雪冰城上班去。第二天来到总统办公室时，发现前总统还是赖着不走，精神崩溃，还差点把瓦西枪杀。隔天就在他等公交车的时候，一辆辆豪华车队疾驰而过。事后他才知道，豪车里坐着的全都是他手下的政府官员。这些官员为了出行方便，竟然随意的封城封路，还有大量车队开路，就连官员的老婆去做个头发都有警车开道，可谓是奔驰冲锋，路虎断后。这可把新总统瓦西气坏了。来到总统府，瓦西这边还看到议员们为争夺各自利益大打出手，他简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厉声呵斥道：“你们都是人民公仆，我当了10多年的老师，却连郊区的房子都买不起。再看看你们个个都是开豪车住豪宅。”随后愤怒的瓦西当场宣布了铁腕政策，裁减多余的机关部门，剩下的所有机关都统一地点办公，把腾出来的场地都改造成学校，取消所有公务用车，公职人员上班一律永久自行车，还解雇多余的助手，还有那些助手的助手。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有记者拍到，官员们还是照常坐着豪车来上班，等快到单位的时候才换成自行车，慢悠悠的来上班。看到官员这样的形式主义，瓦西既无奈又心酸。他觉得国家腐败太久，此刻他暗下决心重组政府内阁。虽然会有些阵痛，但是他还是坚持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换血。经过重重的测试和筛选，最终敲定了多个候选人。总理拿着任命名单找总统瓦西签字时，瓦西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些候选人也都是总理的人。早已决心改革的瓦西，这时决定还是自己亲自挑选候选人。